好了，又回到大家最爱的坏消息每日一报。好，开始前一样记得帮忙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然后按下小铃铛。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。今天要讲的有 iPhone 12萤幕组件细节照流出，刘海又没变吗？AirPods Studio 规格出炉，明年春天将出平价版的 Apple Watch SE。OK， 那我们就先来讲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失望的 iPhone 12萤幕组件细节照流出啊。刘海看起来又没变。那上次我有讲到，有一张据说是5.4寸的 iPhone 12正面照流出来。那大家开始研究那张照片的刘海比例，间接证实刘海尺寸会稍微缩小，但是现在又有一张据说是5.4寸的萤幕照，然后这一次是背后的照片，就是可以清楚的看到它整个组件啊，还有整个排列，它长这个样子。OK， 那我们先来分析一下这张照片，看看真实性有多高。那我们先来比对所有刘海的萤幕的组件，就是从 iPhone 10代开始。OK， 虽然很多地方类似，但是没有一个跟这个是一模一样的。那这一点就是确认，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旧的萤幕组件哈。那再来在连接的排线，从左边移动到了右边，那也印证了先前流出来的消息，就是 iPhone 12系列的主机版，据说是因为5G 天线的关系，跟前几代比起来会往反方向移。那我们先前有看到，就是连 SIM 卡的位置都是往另外一个方向移，所以这个上面是印证到是对的。OK， 那再下一步比对的方式，就是拿以前萤幕零组件背后照片放上来比对大小，然后如果把所有刘海的组件尺寸都对齐的话，这张照片还真的就是大约5.4寸萤幕的大小。这样正确的话，就代表刘海尺寸没有改变吗？但上次那一张流出来，不是又说刘海比例有稍微缩小？所以如果你把上次流出来的那张据说5.4寸的萤幕正面照跟现在这一张背面照叠在一起的话，看起来刘海是有缩小一点，所以就大概做了一些萤幕比对啊。那如果先前流出来的那一张其实是6.7寸的话，那基本上比例的话就跟现在6.5寸的刘海尺寸比例一模一样。OK， 那整个萤幕的比例就像我们先前所知道的，6.7寸会比6.5寸长一点。那反正我就做了这张图，就整个摆出来，大家这样看得比较清楚。最上方是11 Pro Max 的萤幕，第二张是先前流出来的，大家以为是5.4寸的萤幕。那我们现在就把它先暂定为会是6.7寸的萤幕。OK， 来看看刘海的比例，然后再来看第三张是目前6.1寸的，再下一张是5.8寸的。那最下面就是现在新流出来的5.4寸的。那如果我们把刘海相机的位置全部对齐，每个尺寸的比例真的还都蛮准确的。当然，这些还是有存在一些变数啦，就是我们还不能100%确定这两张流出照片的真实性。但是以线索看来，不管是说我们刚刚做的比例对照图啊，或是先前流出来给手机壳厂商开模的3D 工程图，你看它上面的刘海的尺寸哦，跟这个都是一样的。然后还有最近的这一张，看起来就是真的很像是原厂的零组件。然后再加上排线的位置也印证先前所传出来的主机板移位，这些线索全部连起来的话，我想看看你们大家怎么想。那这个就是到今天的第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这个组件照的真实性、可信度，然后你们觉得我这样排列的方式，如果用刘海的比例尺寸去排列的话，那这样每个尺寸排列下来，这种方式合不合理？看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尺寸。好，那我们讲一点好消息好了，就是 AirPods Studio 的规格流出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颜色会有白色，还有铁灰，会有更高级的降噪，还有音质 H1X 的晶片，这个晶片的名称是暂定的。音频均衡器的软体可以调整，让你自己去细调你喜欢的音乐品质。耳朵感应，然后10月发表，10月底或11月出货，价格就是我们先前所知道的$349。OK， 然后很多功能都是要会绑在搭配 iPhone 才可以使用，这个其实大致上都知道，像是有更好的音质啊，还有那种音频调整器、均衡器的部分都是一样，没有在生态链的情况下不能使用。最近最新传出来，在 iOS 14上会有对应的功能，就是整个环场音效，这个也是要搭配苹果的生态链装置才能使用。那我自己是还蛮期待这个产品，因为 AirPods Pro 我自己本身的耳朵跟它非常的不合，虽然很喜欢它的通透模式，然后降噪模式我也觉得很好，可是我觉得我自己本身还是并不喜欢入耳式的耳机。然后另外一点就是说，它跟我的耳型也不太合，戴上去久了之后，耳朵这边还是会非常痛。那我自己也在期待的就是 AirPods 3代，那再来就是 AirPods Studio， 所以我们就等10月底推出吧。真的有非常多东西要买，我要开始变卖家当。
OK， 好，那再来讲一个比较远的消息啊，就是明年春天将推出平价版本的 Apple Watch SE。那这个消息是跟明年的 iPhone SE 3代的消息一起出来的，那就是苹果就想走这种半年产品周期的方式，那就是我们在其他的厂牌看到的方式一样。尤其我们如果看看最近的财报 ，iPhone SE 2的推出大大拉高 iPhone 的营收，尤其在平均都是较为冷淡的第三季来说，我们下次再来讲讲 SE 3代。那我们现在讲这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平价版本 Apple Watch， 其实一直以来苹果都有提供较为低价的 Apple Watch 供人选择，以前的方式是以旧的版本降价的方式，然后同时跟新款做出调整，就像先前的 iPhone 系列一样。但在行销上来说，当然是一个新产品、一个新品名会比较吸引人啦。那以 iPhone SE 2的操作方式来看，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诚意的，因为它虽然是旧的硬体设计在外观上面，可是里面的心脏部分它给你放了一个最新的晶片。那这个一方面当然是多了吸引力，那一方面对消费者而言，在使用上会更加流畅，然后再来的软体更新上也能确保再来的4-5年使用上都不会有问题。所以这个消息的说法是说，在苹果手表上面，他们也会走一样的模式。这个跟先前所说的 Apple Watch 儿童版本有点类似，可是当时的消息是比较着重于软体上面，那可能让小孩使用的 Apple Watch 一样可以在家长用的 iPhone 上面做配对。但除了软体之外，我觉得在硬体上面这也是有市场啦。一个比较低价版本，然后功能可能较为简易啊、阳春啊，但也有基本的像是健康侦测功能啊、定位啊、通讯的基本功能。其实在美国来讲，苹果手表是在儿童还有青少年世代中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产品。每年到圣诞节、感恩节的周期啊，都会有一大堆小孩要求爸爸妈妈买 Apple Watch 给他们。那其实这也是苹果在一个年轻世代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切入点。那再来这些小孩想要的就是配对的 iPhone， 然后以后再大一点就是想要 MacBook。然后我必须说，在年轻世代里面啊，目前还没有其他硬体公司像苹果一样对他们有吸引力。那我觉得苹果如果在很多的产品线再来都要走这种 iPhone SE 2的模式的话，那他们一定是有评估过，就是说这种模式对旗舰产品的长期的销售的影响。但相对来讲，就是在整体的营收啊，还有包括这些比较低成本的硬体，我觉得在获利上也会相对是偏高的。在更长远来说，你能绑住更多的新一世代的消费者在你的生态链里面，对整体的公司的未来也是比较有利。如果他走的模式一样是就是在一个比较旧的硬体设计，可是放入新一点的晶片，那它对软体资源的期限拉得更长的话，很多面向来讲是非常有吸引力。先前有非常多的案例，就是他们侦测到一些不正常的心脏状况或是健康状况，然后让人家及时去做检查，救了人家的命。这些案例的传出来，对整个苹果的品牌形象也是非常正面。那如果现在又有一个较为低价的产品，让更多家庭更可以去买得起他们的产品，我觉得相对来讲也是好事啊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来到今天的问题讨论部分。第一就是 iPhone 12的组件照流出，你们觉得真实性为何？那你们觉得我这样的排列对照分析下来合不合理，还是你们有其他的看法？然后第二就是刘海不变，是不是大大影响了大家购买 iPhone 12系列的意愿？每次在问我选哪一支的人可以去看这一支影片，他讲得很清楚。第三就是苹果平价系列产品对目前核心使用者来说，会不会多多少少影响到旗舰产品对你们吸引力？好，那再来你们有什么比较想知道的，也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，然后我们下一集再来讲吧。好，那今天的快报就先到这边，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。